警告拉響，太陽突然爆發 X1.1 級耀斑，像按下干擾按鈕一樣，引發多地無線電通訊短暫中斷。12月8日，太陽黑子區 A24298 突然爆發威力強大的 X1.1 級太陽耀斑，短短一會兒就讓澳大利亞和東南亞部分地區的高頻無線電通信表現變差。這次耀斑還甩出了一次日冕物質拋射 CME， 雖然從初步跡象看並不朝地球直撲而來，但在第25個太陽活動週期持續升溫的背景下，它等於給本周太陽的活躍值又加了一檔。在這段視頻裡，我們會把整件事拆開講清楚，到底發生了什麼，為什麼值得你關注，以及科學家接下來準備怎麼追蹤和應對。好，繫好安全帶，我們現在就開始。幾分鐘見效，通信為何瞬間掉線？12月8日凌晨，太陽突然來了一次近幾周最猛的噴發，像在黑暗裡猛地閃了一道宇宙級強光。美國東部時間凌晨12:01 ，A24298 甩出 X1.1 級耀斑，能量強到足以立刻拍打地球白天那一面的大氣高層，讓它迅速起反應。因為 X 级耀斑會噴出強烈的 X 射線和極紫外輻射，這種衝擊往往幾分鐘內就會顯形，幾乎不給人反應時間。澳大利亞和東南亞不少短波無線電操作員都感受到同一件事：高頻信號要麼突然消失，要麼立刻變得斷斷續續，噪聲大增。之所以會出現這種通信停電，是因為耀斑輻射讓低電離層電離度瞬間飆升，無線電波本該被反彈回來，結果卻被吃掉吸收了。對航空、海事作業、遠程聯絡這些靠高頻段吃飯的行業來說，哪怕只是幾分鐘的中斷，也會立刻被發現，因為那就是關鍵鏈路在抖動。CME 不一定撞地球，但太陽正在升溫。這次耀斑還伴隨日冕物質拋射，衛星日冕儀在爆發後不久就拍到了太陽外層物質被甩出去的跡象，像慢鏡頭裡噴出的雲團。從早期軌跡評估來看，這團 CME 似乎沒有對準地球，不像是要正面撞上我們這一側。這當然降低了地磁受衝擊的概率，但別高興太早，因為這次耀斑並不是單打一，它發生在一段更熱鬧的太陽時期裡。更早的預測就提醒過，12月8日到9日，前幾次噴發留下的多個 CME 可能陸續抵達，這也讓空間天氣機構不得不持續開着風暴監測模式。這次事件之所以特別吸睛，關鍵不只在耀斑本身，而在它發生的背景氣氛。太陽正處在越來越躁動的階段。A24298 本來就是太陽圓面上數一數二的活躍區之一，磁結構又亂又複雜，就像凝成一團的電線，隨時可能放出強烈爆發。而它正隨着太陽自轉往西邊緣轉去，等於慢慢離開正對地球的位置，直接命中的幾率也在下降。就算它轉到我們看不見的背面，監測也不會停，因為這種活躍區在太陽背面照樣可能繼續爆發，只是我們得靠間接數據盯梢，把耀斑本身、地球大氣的即時反應以及伴隨的 CME 放在一起看，你會發現它們正好印證了科學家这幾個月一直觀察到的趨勢：太陽確實在升溫，在加速發脾氣。隨着第25個太陽活動週期逼近峰值，太陽黑子、耀斑這些動作的出現頻率更高，強度也更猛，整體更像進入了高轉速檔位。爆發怎麼來的？磁場像彈簧一樣崩開。要真正看懂這次 X1.1 耀斑意味着什麼，我們得先把鏡頭拉近一點，這種量級的爆發究竟是怎麼被點燃的？像 A24298 這樣的黑子區，通常出現在太陽內部磁場從表面下方湧出，再被扭曲拉伸的地方，磁力線密密麻麻，張力越積越大。當這種磁張力堆到臨界點，就可能觸發磁重聯，
磁力現象突然打結又瞬間解開一樣發生爆炸性重組，把巨大的能量一下子釋放出來。而這股能量一旦釋放，就會點燃我們看到的耀斑，像拉滿的彈簧突然彈開。X 級耀斑屬於最強級別的太陽耀斑，但別以為都一樣，就算同是 X 級，數字差一點，影響範圍和強度也可能差很多。X1.1 雖然還不是那種史詩級極端值，但能量已經足夠把通信系統攪亂，把電離層結構快速改寫，甚至讓衛星端處發輻射警報，提醒操作人員提高戒備。注意，這一類立刻見效的影響主要來自耀斑輻射本身，不需要等 CME 慢慢飛過來才發生，因為輻射以光速飛行，從太陽到地球大約8分鐘就到，所以耀斑一旦發生，幾乎等同於即刻生效，基本沒有預警窗口。高頻無線電為什麼會被干擾？這套機制其實已經研究得很清楚，我們甚至能預測它大概會怎麼壞掉。平時在典型條件下，電離層更高的區域，尤其是 F 層，像一面天空鏡子，能把高頻電波反射回地面，讓信號跨越很遠距離。可一旦強耀斑把額外的 X 射線和極紫外能量猛灌進更稠密的地層，這個平衡就被打破，原本順暢的傳播路徑立刻變味。地層電離得太厲害時，無線電波穿過它就像穿過吸音棉，能量一路被吃掉，結果信號變得不穩定，甚至完全沒法用。影響與下一步，從極光到衛星防護。從科學角度說，每一次耀斑都是一次天然實驗，能給我們餵進大量數據，幫助理解太陽磁場到底有多複雜、多難馴服。這種規模的耀斑能讓研究人員更好地校準模型，把黑子區的磁場形態、扭曲程度和它有多大概率爆發更準確地對應起來。只要把 A24298 的演化過程追到足夠細，科學家就能更深入理解為什麼有些區域會突然失穩，為什麼爆發會在某個時間點被點燃。而把它放進第25個太陽活動週期的大故事裡看，這次事件並不意外，反而像是劇情推進的一環。太陽的活動並不是隨機亂跳，而是跟着一個大約11年的週期起起落落。磁活動先升溫到峰值，再慢慢降下去。在上升段和高峰期，太陽黑子會變多，耀斑更頻繁， CME 也更常見，就像火力全開的季節到了。第25週期已經顯露出比一些早期預測更猛的跡象，一年裡多次出現 X 級耀斑，說明太陽的能量釋放並不含糊。這種整體上揚的趨勢，不只影響科學家怎麼理解太陽，也直接影響空間天氣預報怎麼做，警報閾值怎麼設。至於 CME 的行為本身，又是另一條重要主線。它什麼時候噴，噴多少，往哪飛，決定了地球會不會挨一記悶棍。哪怕這次 CME 沒有朝地球來，耀斑和 CME 的關係依舊是研究熱點，因為它們有時同框，有時分家，規律並沒那麼簡單，甚至會出現這種反直覺情況。有的強耀斑只放光不噴霧，反倒是一些中等耀斑卻能甩出大量物質，噴得又厚又快。所以弄清楚什麼樣的磁場結構最容易同時觸發耀斑加 CME 的組合拳，對提升空間天氣預報準確度至關重要。這關係到提前量和風險評估。總的來說，12月8日這次耀斑很有科學價值，它出現在磁場極複雜的活躍區，能持續餵給研究者關鍵數據，同時也再一次證明輻射驅動的擾動幾乎可以瞬間影響地球的空間環境與通信。就算這次 CME 大概率會擦肩而過，飛向深空，耀斑本身和周邊持續活動仍然很有現實意義，因為它們會反覆測試我們的技術系統耐受度。別小看高頻無線電，在現代通信網絡覆蓋不到或者不方便依賴衛星的領域，
它依然是很多行業的備用生命線。遠洋航線的海上交通，偏遠地區的長途航空，還有一些應急通信系統，都很依賴高頻頻段，因為它不用靠衛星，也能把信號借電離層反彈傳到很遠。一次短暫中斷未必立刻造成危險，但它清楚提醒我們，這些系統對太陽狀態非常敏感。太陽一噴，地球這邊就會抖，而且影響不止無線電。太陽持續活躍時，很多基礎設施都會被牽連，從天上的衛星到地面的電網，都可能被波及。輻射一增強，衛星可能先吃不消，傳感器會短暫受干擾，出現噪點。嚴重時，操作人員還得把衛星切進保護模式，先保命再談任務。如果短時間內連續多次耀斑或 CME 疊加，磁層受到的累積衝擊會讓高層大氣膨脹，低軌衛星阻力變大，就得更頻繁做軌道修正，才能維持高度和穩定。再加上近期還有別的太陽爆發在路上，未來幾天仍存在一種可能，不是輻射立刻影響，而是 CME 等離子體抵達後引發地磁暴，後勁更像延遲衝擊。各大預測中心正緊盯本周早些時候釋放的 CME 的潛在影響，持續更新它的速度、方向與到達時間的估算。一旦這些風暴達到中等或更強等級，在條件配合時，高緯度可能出現壯觀極光，偶爾甚至會把極光舞台推到中緯度，讓更多人也有機會看到。極光看起來很夢幻，但別忘了它背後的地磁擾動。同一股擾動也可能讓 GPS 精度波動，給電網穩定性增加壓力，還會繼續干擾遠距離通信鏈路。對科學界來說，下一步就是持續盯着太陽表面和太陽風，看黑子區怎麼演化，看太陽風怎麼加速，看異常什麼時候再來一次。當 A24298 逐漸轉出視野，關注點也會轉向其他正朝地球這邊轉過來的活躍區。下一位主角隨時可能登場。太陽活動區幾乎是每天一張新劇本，昨天還平靜的區域，今天就可能迅速長出複雜磁結構，轉眼變成耀斑溫床。未來幾天到幾周，出現更多耀斑並不奇怪，因為第25個太陽活動週期仍在高位運行，太陽就像處在高能量季節，隨時可能再閃一次。當然，不是每次耀斑都會造成大影響，也不是每次 CME 都會對準地球，但當整體活動變頻繁，撞上我們的概率就會上升，所以持續監測就變得更重要。像美國 NOAA 的空間天氣預報中心、英國氣象局等機構會持續發布更新，給航空、衛星、通信等需要精確空間天氣信息的操作人員提供最新預警與建議。往前看，真正的關鍵就一句話：提前準備，把風險當成常態管理。太陽活動不是意外，而是太陽運轉的自然節奏。既然我們越來越依賴科技系統，就必須讓地球的技術學會適應這種節奏。當耀斑和 CME 變得更頻繁，搞懂它們會造成什麼影響就非常關鍵。航空安全、衛星運行策略、通信系統韌性，甚至我們天天用的精確授時與導航工具，都離不開這套理解。這次 X1.1 耀斑最震撼的一點，是它展示了太陽影響地球的速度有多快。通信、空間環境幾乎在幾分鐘級就被改寫。隨着第25週期繼續加劇，這類事件更可能變成常客，我們看到類似警報的頻率只會越來越高。所以在太陽更活躍的這段時期，及時掌握最新空間天氣信息真的很重要。你不一定要緊張，但一定要知道發生了什麼。